大会主席韩国瑜院长、萧美琴副总统、卓荣泰院长、贝里斯查弗拉总督伉俪、圣露西亚查尔斯总督伉俪、巴拉圭共和国众议院拉多雷议长、日本日华议员恳谈会古屋圭司会长、来自友邦和友好国家的庆贺团团长、各国驻台使节、海内外贵宾、现场以及收看电视和直播的国人同胞，大家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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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是中华民国国庆，每年我们都齐聚一堂，庆贺国家生日。但今年意义非凡，今年是台湾民主化历史性的一年。就在上个月9月10日，我们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，台湾解严、解除天数，正式超越了令人窒息的戒严统治天数。这象征着台湾彻底挥别威权体制和阴霾，迎向民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。我们不会忘记，不论是团结抵御侵略的血泪，还是前仆后继为了追求民主自由、实现主权在民的无私牺牲，那些曾经与这块土地交织的故事，都是我们共同的记忆。而历经千辛万苦所打造的民主台湾，正是台澎金马2300万人在这个世界最明确的定位。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灯塔，对仍然在威权统治下生活在黑暗中的每一个人，永远传递着希望的光芒。今年也是台湾崛起的一年。当前世界各国都遭遇剧烈的变化和挑战，台湾也不例外。除了俄乌战争、中东局势动荡，以及中国持续军事扩张，在经济与产业上，也有美国关税政策所带来的冲击。但台湾人民没有被击倒，反而创造了国际称羡的经济表现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的报告，将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由3.3%大幅上调到5.1%，是亚洲4小龙第一名，也超越了中国。台湾除了出口金额持续创下新高，就业状况25年来最好，股市也连续6个月上涨，站上27301点的历史高点，台股市值更超过3兆美元，成为全球第8大股市。外汇存底也首度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，创下历史新纪录。在逆境中百折不挠，在挑战中越挫越勇，这些都是台湾人民的共同成就。请让我们为彼此大声喝彩。这些亮眼的经济成果，也是台湾半导体
也携资通讯、电子零组件等相关产业带头所缔造的辉煌纪录。他们在全球供应链占有优势地位，是来自长期累积的技术及制造能力、独特的商业模式，配合政府科学园区等关键政策所汇聚而成。这是几十年来共同努力所淬炼出来的重大产业成就，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资产。身为总统，我的使命就是要守护这些宝贵的资产，运用它们来提升台湾乃至全球的产业及经济发展，为台湾人民及全世界创造更好的生活福祉，这也是台湾要走的方向。当然，我们也绝对不会忽略国际变局中各项艰巨的挑战，为不同产业、不同领域、不同背景的族群所带来的风险。许多引领台湾经济发展的隐形冠军、传统产业和中小微企业，正面临数位与净零转型的压力。许多劳工朋友正在面对 AI 浪潮下工作机会、薪资、物价与生活成本的担忧与不安。我们的农民朋友也正面临农村老化与市场开放的冲击。政府不会轻忽这些挑战对每一个民众所造成的冲击，全力协助传产、中小微企业、受薪家庭以及农渔民朋友是我们的责任。因此，政府除了已经提出930亿元关税影响支持方案，将协助企业、劳工、农渔民朋友渡过难关，也将每年投入上百亿元，帮助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人工智慧，迈向数位净零升级转型来因应挑战。而针对传统的工具机、螺丝螺帽以及比较辛苦的个别产业，也会分别提出对策，积极协助提升竞争力，开拓市场。各位国人同胞，变动的年代也是机会的年代。台湾的经济表现，世界有目共睹。我们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，既不可能被撼动，更不可能被取代。面对变局，我们不能自我怀疑、举棋不定，而是要把握机会，展现自信，勇敢布局，不能固步自封，走回头路，要更积极进取地向世界前进。一个确定的台湾，将是不确定的世界一股重要而且可靠的稳定力量。未来，我们将采取3大策略，确保中华民国台湾的竞争优势。第一，扩大投资，深耕台湾。投资台湾3大方案成果丰硕，投资金额已经突破2.5兆元，创造超过16万个工作机会。行政院已经在7月通过将方案延长到2027年，不只扩大适用产业，放宽让全球海外台商与外国人投资企业适用。政府也持续优化投资环境，新增贷款额度7200亿元，招商引资加码投资台湾，预估可带来1.2兆资金与8万个工作机会。
有好工作，也要有好生活。政府启动造园投资国家发展方案，以公私协力的创新做法，鼓励民间充沛资金投入公共建设，扩大建设经费规模，在全国各县市同步推动水、电、居住、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观光、交通等关键基础建设，满足区域民生娱乐所需，让产业发展与生活圈相辅相成，达到均衡台湾的目标。第二，深化国际经贸合作，布局全球。今年，台湾和英国在提升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架构下，进一步签署了投资、数位贸易以及能源与净零排放等3项领域协议。这标志着台英经贸关系进入新的里程碑，展现双方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范的承诺，为彼此在科技和先进制造等战略性产业的合作奠定基础。未来，台湾也将秉持互利互惠原则，和更多友盟国家签署双边经贸合作协议，并且积极进行对美对等关税谈判，争取合理的税率，解决台美贸易逆差，以及深化台美产业合作，让台湾经济发展链接国际，大步向前。第三，打造护国群山，厚植台湾产业实力。因应数位化时代的来临，我们要推动 AI 新10大建设。除了让台湾成为全球前5大的算力中心，也要积极投入量子科技、矽光子与机器人等3大关键技术的研发，协助百工百业导入 AI 工具，并且推动 AI 在各领域的应用，让台湾迈向全面智慧化的时代，更继续在全球科技发展上站稳领先地位。我们也要打造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，不仅仅留住台湾100兆资金，更要吸引国际资金投资台湾，促进金融产业发展，创造优质的工作机会，壮大台湾。生技产业是国家关键产业，已经纳入国家希望工程，并朝向涵盖保健、预防、诊断、治疗、照护的精准健康方向发展，建构国家长远竞争力，以及增进全民健康福祉。而明年，国家感染性疾病资源库将完工，台湾会持续跟各国在生技领域加强合作，并借由政府编列100亿元预算的投资智慧医疗创新创业计划，鼓励更多企业投入创新研发，扩大投资，推动生医产业成为造园产业，打造另一座护国神山。各位国人同胞，台湾是全体台湾人的台湾，我们很清楚，在怎样亮眼的经济表现，都不能忽略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。经济发展的果实应该为全民所共享，把好的数字变成好的日子，不遗漏任何一个人。因此，照顾国人健康，
培育年轻人才，给青年世代更好的环境，让年轻家庭更有后盾，政府责无旁贷。今年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已经启动，除了全面提升医疗环境体系，也将提供全民更优质的健康照护服务。同时，运动部也正式成立，除了开创全民运动、竞技运动及职业运动的新纪元，也要让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得到国家充分的支持，在国际舞台上追求梦想，为国争光。此外，针对年轻世代的照顾，我们不仅推动高中职全面免学费，私立大专校院学生每年3.5万元学杂费补助，我们的青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，支持15到30岁青年赴海外追梦，也已经上路。不止如此，租屋族政府每年有300亿元租金补贴，而单身租屋族年收入62.6万元，4口之家164.1万元，3代同堂212.45万元以下，都可以免缴综合所得税。年轻爸妈，我们也给更大的支持。除了推动0到6岁国家一起养 2.0， 提高育儿津贴，增加托育补助，明年开始生育补助每一胎加码补助到10万元，长辈们也不用担心，明年长照 3.0 就要上路，政府会努力让所有长者获得更便利、更完善的照顾。让每一个国家的主人，无论是小孩、青年、爸爸妈妈，还是阿公阿嬷，都能得到更好的照顾，更有自信地迎向未来。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今年也是2战终战80周年。2战历史因见不远，当年侵略者的野心造成生灵涂炭，而当前威权主义持续扩张，国际秩序又遭遇严峻挑战。台海、东海、南海的区域秩序，乃至于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，都正受到严重的威胁。民主台湾是印太和平稳定的枢纽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，将致力维持现状，保护台海和平稳定，促进区域繁荣发展。我们也期待中国能体现大国的责任，停止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2战历史文件，并且放弃以武力及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，共同维护印太和平稳定。回顾2战期间，我们都经历战争的苦难，被侵略的伤痛，应该汲取教训，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重演。2战的结果也告诉我们，侵略必败，团结必胜，和平必须靠实力。我要向国人和国际社会宣示，今年底将提出国防特别预算，明年度我们的国防预算按照北约标准将超过 GDP 3%，并且也会在2030年前达到 GDP 5%，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。
国防支出的增加，并非漫无目的，而是有应对敌情威胁的明确必要，也是发展国防产业的动力。透过新的国防预算，我们要达成3大目标：第一，加速打造台湾之盾 T-Dome， 建构台湾分层防御、高度感知、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，为台湾编织保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。第二，加强引进结合高科技及 AI 技术，建构智慧化防御作战体系，发挥不对称战略的嚇阻效能。第三，持续投资国防创新工业，与先进国家军工产业合作，厚植国防与军工产业的实力，透过在地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制造，深化本土供应链。台湾可以加速产业升级，强化军备韧性，提升国防工业能量，进而成为有盟信赖的安全合作伙伴，共同排除红色供应链，为自由民主国家建立国防信任，一起建构守护自由民主价值的坚强防线。我们有决心透过实力维护和平，我们也深信实力不只要透过军力，也要透过全社会的韧性。过去1年，我们透过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努力，凝聚了政府与民间、中央与地方更强大的力量，并整合灾防与防卫，来强化军民之间的协作能力。我们也持续加强民力训练、能源、医疗、资通网络、金融等韧性，全面提升对各项危机的应变能力。我要强调，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，需要每一分力量。上个月，我们发布了最新的《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》，内容涵盖各种天灾，甚至军事侵略等极端情境的应对策略。这本手册将逐步推广到家家户户，因为唯有全民参与、自助助人，台湾才能够有更强大的韧性，因应各种挑战。各位国人同胞，过去1年，我们经历了种种挑战，但台湾人民从不放弃希望。每当危机来临，我们总是看到无数台湾人民无私地站在第一线，为自己心爱的国家奉献心力。就在上个月，有2个画面非常令人感动。一个是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，许多海外侨胞自主集资发动募款，让纽约时代广场再度亮起让台湾参与团结会更好的广告，感动了世界各国往来的民众。另一个是在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前后，成千上万穿着雨鞋，拿起铲子，不远千里驰去救援，只为让花莲受灾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的铲子超人。每一位铲子超人铲出的，不只是厚重的淤泥，帮助灾民重返家园，也是一道道希望的光，温暖每一个人的心，更证明了台湾人在面对危机时拥有无比强大的韧性，
有决心来守护自己的家园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感谢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救灾超人，感谢投入救灾的外国朋友，也感谢军警消。感谢中央和地方投入救灾工作的所有同仁们，这场自发性的全民运动，在世界上绝无仅有，也将让全世界的人记得，台湾那一个小小多山的国家，是何等的有爱心。是何等的伟大！未来，我将带领国家团结一心，无畏风雨，不怕挑战，勇敢向前，迈向更美好的明天。台湾加油！中华民国加油！中华民国台湾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